咗狀況啊，電梯壞咗。在繁忙的晚餐高峰时段，这家位于新加坡薰衣草区的老字号粤菜馆，因突如其来的电梯故障，打乱了日常的运营秩序。係咪捧上去啊？電梯壞咗，你講。即係咁樣捧上去咧，辛苦啲咯，都係要㗎。紧急状況被果斷處理後，飯店的第3代負責人黃家生也立刻返回自己的工作崗位。而家開始做客人訂嘅水晶肉飯雞啊！用85攝氏度的熱水將雞浸熟，隨後以冰水浸泡，使雞皮收縮緊緻，再經過細緻的起皮拆骨，這道傳承自爺爺輩的經典菜肴水晶玉蘭雞就可以大功告成了。除了水晶玉蘭雞之外，黃家的菜譜中還保留着許多年過半百的經典粵菜，如紙包雞、乾煎蝦碌、桂花翅、佛缽飄香和瓦包菜等，他們至今仍然深受食客們的喜愛。3、4代嘅人都有嘅，佢哋嚟到仲會同我哋講，我細子、我阿爺啊、我阿爸都帶我哋去嗰度食啊，去舊地真係有覺得好感動，可以做咁多代嘅人嘅生意，又可以令到佢哋食到嗰啲舊時嗰啲味道。在新加坡立國之前，喜臨門已經開張，一家老飯店，一本老菜譜，傳承3代人，屹立在異國他鄉大半個世紀。魚咧最緊要睇隻眼，牛肉要鮮紅。我細細個就跟住阿嫲嚟北室買嘢，佢話買板係最重要啊嘛，要知道啲食材啊點樣新鮮啊。黃家生，新加坡喜臨門大飯店的第3代繼承人。30年前，在家族的期望和祖父母的鼓勵下，這位金融學畢業生毅然放棄了令人羨慕的會計師工作，轉而回歸家族飯店，開始從最基礎的打雜和採購工作做起。今晚有佛缽，鮑魚有2隻。採購完食材，黃家生趕在10點前回到飯店，負責品質監督和烹飪指導的四叔也準點出現。叔侄倆的日常工作重複着前輩的節奏。我都81歲啦，我照做啊，入廚房跟下眼啊，出出入入啊，收下錢又係乜都做啦。喜臨門大飯店的傳統手工菜聲名遠播，少不了四叔的貢獻。不過說到他的前身，其實是專門做燒臘快餐的走鬼檔。即係戰爭啦，我阿嫲咧就翻嚟中國啦，咁我阿媽咪即係賣燒臘養大我哋咯。黃家生一家的幸福要歸功於奶奶的勤勉和爺爺精湛的廚藝。正是爺爺當年將地道的順德瓦包菜引入餐廳，新加坡才有了首家能夠品嘗到正宗廣式瓦包菜的餐館。可以講佢獨家首創㗎，成30幾種瓦包菜。在資深粵菜廚師手中，萬物皆可被瓦包。不過，以往的瓦包菜多出沒於市井街坊的家常飯桌。直到上世紀80年代，瓦包菜中的啫啫包在一眾大排檔當中成為當家花旦。你家啲6號啊，6號一個啫啫煲啊。在用餐高峰時段，四叔總是在廚房和餐廳之間來回忙碌穿梭，從下單到出菜，每個細節他都細心監督。侄子黃家生則負責烹製。瓦煲菜嘅製作咧，最緊要注重嘅咧係控火候，水咧係個份量要落幾多，同埋煮嘅時間。你唔好睇咁簡單喎，瓦煲有爆香，有啫啫煲，又有燜嘅喎。瓦包菜的靈魂在於揭蓋就噴湧而出的焦香鑊氣，要逼出這股鑊氣，瓦包溫度要夠高，
令热油与料头犹如干柴碰烈火，将姜、葱、蒜等料头中的香气撞出，形成浓郁香味儿。然后将主料放入烧得滋滋响的瓦煲中，高温之下，食材表面迅速受热焦化，内部水分被锁住的同時，也激發了美拉德反應。炆魚啊，又有炆牛腩啊、炆海參啊，呢啲都係炆嘅。最大嘅區別咧係汁多，啫煲係汁少。無論是燜煮還是啫，瓦煲菜在上桌開蓋之前都保持着相對密閉的高溫狀態。當在客人面前揭開蓋子時，香氣瞬間騰空而起，直衝鼻尖。旺嗰係40-50煲，如果唔繁忙嗰陣時，有時都10幾煲咁樣。Good luck to see you. Yeah, thank you, sir. Bye, thank you. 餐飲人每天都食無定時，收工後，第2代和第3代家族成員聚在一起，開始不定期的試菜和品味的檢驗環節。你哋試下今晚嗰啲菜啊，睇下啱唔啱味道。我就覺得呢個更加似我少咗個紅蘿蔔絲喺度，個點綴啊都好啲，色香味啊，色排第一啊！肉蘭雞啦，油浸筍殼啦，八寶鴨啦，我哋一定要保留嗰啲半個世紀嘅菜式。所以你而家兩兄弟就要堅持落去，係越做越好，係仲要超越過阿爺，呢個係阿爺嘅希望咧，我冇呃你嘅，繼續努力。OK。而家夏天，我通常咧差唔多6點鐘開始上班，冬天嘅時就4點鐘上班。在過去的5年裡，陸定全無疑是橫濱中華街上起得最早的華僑之一。他每天的首要任務就是給門前的售賣機補貨。每種啊，差唔多出10個左右。我哋嘅產品咧，而家有7種左右，全部都係手工做㗎啦。在日本街頭，自動售賣機如微型便利店般普及，主要售賣水和零食。陸定全將自家手做點心引入其中，創造性地打造出全日本首台專門銷售廣東點心的自動售賣機。日本嘅習慣文化入邊有嗰個自動販賣機，我哋自己嘅手做嘅產品可以喺自動販賣機買得到，所以我哋成功咗啦，中華街第一。作為日本橫濱中華街大真樓的第3代繼承人，陸定全5年前將事業重心轉移到大真的手工點心製作上。他在中華街的家中開設了一個手工點心的生產作坊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7點鐘過嚟一個人早行，我哋負責做皮，好緊要嘅地方就自己做。攰少少，但係冇辦法啦，日本請唔到人。工位缺人，老闆頂上，這是日本食品生產作坊的常態。除了專注於手工點心的生產、推廣和銷售渠道的鋪設，陸定全還需要協助父親和弟弟經營管理着由祖父母創立的大真樓。大真樓就喺日本嘅中華街已經過咗啦77週年啦，我就係第3代做。在那個背井離鄉、勇闖天涯的年代，許多華人以菜刀、剃刀、剪刀這3把刀作為他們在海外謀生的主要工具。陸定全的祖父母從佛山高明遠渡重洋來到橫濱中華街，依靠一把菜刀開設了主打老廣味道的大真樓。爺爺就係炒菜，媽媽呢早包出嚟賣地嘅地方，講唔到日本話啦。從祖父到父親，再到自己接手，與當年不同的是，今天的大真樓變成了以粵式小炒為主，飲茶點心為輔的特色廣東料理店。那麼，已過知天命之年的陸定全，
如何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开创另一番天地呢？点心手工作坊顺利运作后，陆定全还需亲自承担送货的任务。他要赶在上午10点前，把客户预定的包点送到酒店和商场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すいません。検品お願いします。結構人がいるから売れちゃってますね。だいぶね。啊，そうなんですね。我哋父母就係自己擺。今次做咗20箱嘅芝麻球。仲有包嘅少少，呢度大黑嘅地方就搞掂啦。跟住去下一個。自從陸定全將大珍的廣東點心業務擴展後，他的生活節奏比5年前僅負責管理大珍樓時加快了1倍。係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好多中華街嘅間房又可以賣我哋嘅點心啊，但係咧而家好少啦，搞掂啦，咁多啦。家族餐廳的傳承既是使命，也是責任。在這樣的壓力下，迫使陸定全不得不在老闆與員工的角色間不斷切換，每天工作超12小時。黃師傅，今日有同鄉會嘅宴會，有冇好特別嘅嘢，可唔可以出嚟？吆喝明同鄉會即將在大珍樓舉行，陸定全與廚師討論同鄉會的菜品安排。他希望師傅推出一些能夠帶有老廣風味的懷舊點心。呢個豬肝燒賣我都未食過啊！豬肝入邊包燒賣咧，就本地人仲唔係咁容易接受嘅。呢個豬肚咧，日本人都好少食。希望咁樣嘅嘢，同日本人大家食好食嘅嘢啊！在過去40年中，隨着中國文化在全球的影響慢慢擴大，中國料理，尤其是廣東料理，在日本街頭迅速崛起。然而，鮮為人知的是，100年前，在日本的中餐主要面向低端食客，以大份飽肚為特色。以前日本人都一樣啊，冇錢，為生活可以討飽嘅嘢，就麵啦、飯啦。包了、燒賣了，咁樣了。這種情況到了20世紀80年代就悄然改變。隨着種類繁多且外觀精緻的廣式茶點1盅2件在日本的流行後，日本人對中國料理的看法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。改變咗嘅最大嘅地方就係粥嚟㗎。呢個粥啦，日本人啦通常病咗嘅時食嘅嘢，喺中華街開始做粥，日本人都中意食粥啊。廣式茶點品種豐富，但是不是所有款式都能被日本食客廣泛接受？黃師傅決定利用這次同鄉會的契機，製作一些懷舊風味的點心。呢個係個豬潤燒賣個餡，食材嚟講係蝦啦，跟住就係肥肉啦，跟住杞子啊、馬蹄啊、呢個芫茜。為了適應日本消費者的口味，黃師傅將傳統的豬潤燒賣進行了改良。他用蝦滑替代了豬肉，並巧妙地將豬潤包裹在蝦滑中心，使到蝦滑爽脆口感中爆出豬肝的嫩滑多汁，鮮美異常。着重口感，就唔係話好着重食嗰嚿豬潤嘅味道。牛肉球搭配豬肚皮，豬肚搭配白果，排骨搭配芋頭，牛仔骨搭配蘿蔔。在廣東茶點裡頭，食材搭配極為講究。這些搭配最初並非刻意選擇，而是源於對底層食材的物盡其用。山竹牛肉球咧就係電枝竹，如果係冇指明嘅嚟講咧，咩都可以嘅。西洋菜底又得，青豆又得，有皮有芋頭，因為啲咩都會墊落去嘅，咁啊盡其用啦。以前咧就係比較會係將嗰個成本咧就冇咁高，要下邊咪要墊啲嘢上嚟攏上嚟，咁啊大體啲。這種小眉小眼處的搭配，完全體現出老廣勤儉持家、物盡其用的特點，創造出獨特的口感和極致的美味。腰面學嘅佢用
华人同乡聚会，聚的是兄弟情，会的是故乡味儿。传统的家乡风味點心，才是異國歡聚的最佳搭配。我哋嗰個搓嘅點心咧，好傳統嘅嘢，好食嘅話，我喺日本搓呢個點心啦。我中意呢個。呢隻就係白果豬頭，好食啊！個排骨咧，係下邊嗰啲芋頭啊，芋頭呢個牛仔骨下邊嗰啲蘿蔔啦，豬肚下邊嗰啲白果啊，都好好味。好少機會啊！冇咁嘅機會俾咁樣食。係啦係啦。上面呢啲真係傳統到北京啊！豬公燒賣好啊！推出嚟。在異國他鄉的同鄉會，不僅是維繫情感的紐帶，也是傳承鄉音和分享鄉味的平台。身在異鄉，能嘗到家鄉的美食，是一種珍貴的幸福體驗。得唔得？得嚟啊！趕時間。晚餐時分，位於香港大角咀的這家餐館，大廚寶哥就像哆啦 A 夢，不管客人想吃什麼菜單上沒有的菜，寶哥都能滿足他的需求。好。而家冇辦法，佢話佢生日啦，你做俾佢。而家真係好趕分分鐘有機會咧甩拖。係啊，因為太過趕啦。在滾油翻騰的大鍋中，寶哥左手爪離兜住煎堆，右手拿着大勺利落淋油。眨眼間，面團就像被吹脹的氣球，膨脹成籃球般大小的煎堆，金黃誘人。這個來自順德北窖的廣東大煎堆，被寶哥定義為中式生日蛋糕，是熟客們慶祝生辰時必點的應景菜。廣東大煎堆寓意着歡樂和團聚。每晚，大廚寶哥都像隻小蜜蜂一樣，在廚房和餐廳間來回忙碌。樓面是寶哥的另一個舞台，與客人合影、詢問意見。寶哥的餐廳就像家庭聚會的客廳。你從嚟都唔食鴨嘅，係啊，話我唔食㗎嘛。今日咧呢個係好食。今次翻嚟，因為我記專嚟呢度試一試先，感覺咧其實有驚喜嘅。食咗第一次就話以後就係喺呢度食㗎啦，就係咁樣。香港餐飲市場競爭激烈，北上消費潮流越演越盛。寶哥餐廳是怎樣做到座無虛席，甚至成為明星飯堂的呢？好，拜拜。好啦，慢慢行啦，慢慢。送走最後一桌客人，寶哥的工作仍未結束。呢個焗捧鴨咧就係我師傅所創嘅。之前啲功夫我哋一定係提前做嘅，有啲洋薏米、雙蓮啦、瑤柱啦、小米、鹹蛋黃，同埋個野生竹笙。國寶鴨的製作至少需要7個小時。第一步通常都會在凌晨時段來進行。將佢啲餡全部氹晒落去，咁咪再將佢逼實，跟住咧慢慢氹落去，再拉直佢。呢啲鴨咧，你煲咗咁多個鐘頭咧，嗰啲鴨肉咧會腍啊。預防呢啲鴨咧，咁我哋一定要用個鹹水草同埋竹藤綁住佢。咁樣要做12隻，晚晚都大致上都係1點鐘至2點鐘之間。聽日繼續。寶哥出生於福建，11歲時隨父母移居香港。由於學業跟不上，他在就讀初2時便輟學進入後廚。憑借着勤奮和天賦，寶哥很快就得到了廚房師傅們的賞識。8年間便從一名雜工晉升為掌勺大廚。係喺地方，係啦，唔好意思。今日啲好多人訂台都冇位。每天營業時間一開始，樓面的預訂電話便絡繹不絕。寶哥的店鋪獨具特色，中午時段為附近打工人提供特色餐食，晚上則轉變為精緻手工私房菜。到下個時間我哋都早翻嚟咯。
啲幫手做啲手工嘢啊，咁有啲嘢佢做唔切嘅。樓面拍檔負責接單，而後廚的寶哥每天回來首要任務是處理國寶鴨的第2個步驟。赤肉啊、骨啊、老雞啊嗰啲，咁啊擺埋一齊落去煲。每樣嘢都有個比例喺度嘅。你比如講幾多隻鴨，我哋用幾多斤肉、幾多斤骨。主要材料咧就係果片、果皮同埋咧金華火腿。佢煲出嚟咧，好似佛跳牆個味道，差唔多2-3個鐘頭 OK 嘅。在煮國寶鴨的空閒時間裏，寶哥仿佛施展了分身術，在短短4個小時內，他順利完成了智囊寶中寶、太子魚肚、鼓樓春如夢、玉雀遊如夢等菜品的前期手工製作。當國寶鴨烹製的第2步驟完成，就意味着晚餐喧鬧的樂章開始了。